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飞行控制器，也就是针对于刚才的，就是我们的单纯的飞控这一边的一个架构介绍。然后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是通过这个软件，然后进行详细的讲解。然后在飞行控制器，也就飞控架构中，基本上分为一些高级软件框架，然后更新频率，然后运行环境以及 NUTTX 操作系统。然后 PR4 的话，一般包括两大层，而第一层的就是状态估计和飞行控制系统的飞行对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软件的吧。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可以支持任何类型的自主机器人，并提供内部或外部通信和硬件集成的中间层，就比如说像这种 MIL-RB 通信机制。然后 PR4 的话，本身是共享一套代码的，就比如说，我小车用这一套代码，然后旋翼机也用这套，船呀、潜艇，它用的都是同一套代码，也是同一套数据融合，只不过最后的输出是不一样的，混控器的一个结果给电机的一个输出情况是不一样的，就很多代码基本上都可以共用。所以的话，它就具有以下特点，就是功能模块可复用，异步消息进行通信，操作系统上也可操作一定的工作量。具体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高级软件框架。在高级软件框架中，就是每一个模块，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看出来，就是每一个模块之间都是通过中间这个 message bus， 也就是它这个消息总线，然后进行相互的数据沟通，就相互的数据进行通信。然后这个 message bus 的话，一般都是我们所说的用 MIL-ORB 通信。然后这里面的话，我们从上面就是一些存储，比如说有数据集，像我们飞控中会插 SD 卡，这个 SD 卡的话会存一些，比如说日志，或者说加载一些常用的参数。然后第二个就是参数，我们可以看参数的话，一般也是有一方 PROM 或者是 SD 卡，也或者是 Flash 刷写，以及有日志。日志的话，一般也是放在 SD 卡中的，所以存储的话，基本上也是通过一些 Mavlink 或者是 Mavlink 进行相互通信的，但内部的通信机制都是通过这个消息总线 MIL-ORB 进行通信的。然后再往左看，这边就是一些，比如说 Mavlink 协议，也有一个 FAST、RTPS 协议。像 Mavlink， 不管是 Mavlink 还是 FAST-RTPS， 它这两种的话，基本上也是内部通信的话，也是用 MIL-RB。然后再往左看，是它的一个驱动。驱动的话，那很明显，就你驱动的原始数据肯定需要处理，那你还需要获取完之后还需要一些数据融合。所以说的话，基本上你传感器这边的一些原始数据都是会通过这个 MIL-ORB 进行相互通信，然后转到其他的一个控制模块或者是融合模块里面。像有相机控制，然后有 Gimbal 吊舱控制，然后也有一些空搜呀、受传、光流、距离传感器、GPS 模块、RC 遥控器的一个输入情况、MU 的一个驱动。这些驱动的话，基本上就会往下走，下面就是一个飞行控制一个模块。飞行控制模块下面它有很多模块，比如说我们从右边这边往过看，就是一个 Sensor Hub， 也就是它一个传感器的一个总线。这里面就会把你上面所用到的传感器，然后它的原始数据都会放到这个 Sensor Hub 上面。它内部之间的通信肯定是通过 MIL-ORB 进行通信的。然后传感器总线这边进行处理之后，就会进行一个位置或者是姿态的一个估计，也就是通过 EKF。之前的话是用 LPE， 目前主流的话基本上是用 EKFR。
然后进行一个位置和姿态的一个估计，然后将估计结果然后给到我们一些上层应用，比如说姿态控制，或者是位置控制，或者是自主飞行一些控制上面。所以这个传感器的话，基本上是原始数据通过 MIL-RB 这个消息总线，然后传到传感器总线上面，然后传感器总线把这些传感器数据汇总之后进行位置或者是姿态的一个估计，状态估计，然后最后将这些状态估计的一个结果，然后给到上层应用。然后在飞行控制，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最左边这边是一个状态机。状态机的话就可以有很多，比如说各种模式，然后像起飞呀、降落呀、返航，或者是指点飞行，或者和航点巡线飞行，都需要一个状态机。然后再往右边是一个自主飞行。自主飞行的话就 Navigator， 就包括一些 mission， 就一些任务或者返航呀之类的。然后再往下，任务一般我们给答之后都会给到一个位置控制器，然后位置控制器再往下是给到一个姿态或一个角度控制器，然后最后再通过一个混控器，然后给到输出，也就是我们 out， 就是给到一个输出，输出的话最后再控制电机进行相应的一个变化。所以高级软件框架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这两幅图可以看，都是在 SRC， 也就是它语言代码下面的 modules 下面，模块下面。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像 EKF2、Dataman， 也就是它的一个数据总线，还有一个 Commander， 也有电池的状态，像一个空速计的一个控制状态，姿态4元数状态估计，还有陀螺仪，有降落检测模块，也有一些姿态控制模块，位置控制模块和角速率控制模块，以及 Navigator， 像遥控器Sensors，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就 P+4 固件，就一般我们进固件之后的 SRC 文件夹下面的 Modules 下面，就各个模块。然后从这里基本上可以看到系统就是它是异步通信的，一般情况下就当有新的数据可用时就会立即更新，因为它这个消息总线都是就是同时进行异步进行通信的，然后所有的通信的话也是完全并行的，就是同时进行的。然后系统组件的话是基本上都是以线程的方式然后进行使用数据，然后这个就基本上它的一个高级软件框架。然后我们再拆分到上面，就是细分一下，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飞行堆栈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块。而飞行堆栈这一块的话，基本上飞行堆栈就是自主无人机的制导、导航和控制算法的集合，它包括固定翼、旋翼和垂起机身的控制器，以及用于姿态和位置的估计器。比如说你刚才的传感器数据，先给到位置和姿态估计器，然后进行 EKF 融合之后，我们就既给导航，也给位置控制器，也给姿态和速率控制器。给到之后，一般我们的导航 Navigator 就会发一些，比如说起飞指令、任务指令、航点巡线指令，然后给到位置控制器，然后再给到姿态，然后给到混控器，然后最后再给到4个电机。当然，我们一般遥控器的话，一般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器手动控制去控制，比如说你在定点模式下，那就用的是位置控制器；如果你是在定高模式下，就用的是姿态或角速率控制器。所以的话，估计器的话，一般就是接收多个传感器的输入，然后进行多传感器融合，并计算出飞机当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从你传感器这边到位置或姿态估计器给出的一个结果。然后控制器这端，也就是我们的位置和姿态，是将期望值和测量值作为输入，然后目标是调整过程变量值与期望值匹配，不断的进行修订。比如说
我们在位置控制器中将位置点，我们给它发一个期望的位置点，然后过程变量就是飞机当前估计的一个位置，然后跟你这个期望的位置进行一个做差，或者不断的进行匹配调整，进行匹配。所以它的一个输出结果就是要将这个车辆，也就是我们飞控和飞机移向所需位置的姿态和推力期望位置点，也就是我们最后控制的姿态和速率控制器，在最后的混控器，最后再执行4个电机进行前进或者是其他方向的移动。然后混控器的话，一般就是接收我们强制命令，比如说我们遥控器右转，我们右打杆，然后他们就会把它转成单独的电机命令，然后同时也不会就是确保不超过某些限制。然后像这种混控的话，一般可能就相对于比如说你重心，或者说转动惯量大小，或者你电机啊，或者是桨叶的一些选型都有关系，一般可能跟重心比较多一点。刚才这个就是飞行堆栈，然后中间层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中间这一块，也就是它的 MIL-RB 的一个消息总线。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基本上就包含了一些中间层，就包含了一些每个设备就一些驱动程序吧，就是你的一些驱动的话都是会通过这个总线然后进行数据的传输，所以它的话中间层的话就会处理这些原始的一些传感器数据，然后 MIL-RB 总线，然后与外部的一些通信，然后也包括一些仿真模块。比如说像它这个 message， 就是这个 MIL-RB 怎么理解？就是一些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些数据类型。假如说你要控制无人机，那无人机需要一些状态，那你就需要定义无人机的状态。比如说你像电池，那你就需要定义电池的一些状态。所以在这个 message 里面，它就会有电池的一些详细的定义的一些说明。这个我们可以在下一节课中给大家详细讲讲。然后再下来就包括中间层，也包括一些仿真模块。我们最常用的可能就是 Gazebo 仿真。Gazebo 仿真的话是作为 P-4 固件的一个子模块，然后一般是需要通过子模块更新，然后才可以看到。这基本上就是高级软件的一个中间层，就有一些驱动，有总线，也有外部通信的一个像 JCS， 或还有一些仿真模块。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更新频率。下来一个是它的更新频率，就每个模块的话需要它等待消息的更新。然后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是通过就是驱动程序定义模块的一个更新的速度。然后比如说你像 MU 数据，它就就是相当于1K 赫兹吧，1K 赫兹的采样频率，然后并以250赫兹发布出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传感器的一些，就我们可以通过 Mavlink， 然后去看一些像传感器的一些情况呀。像这里我们通过 Top 就可以看到这些，比如说这里是Dataman， 也就是数据总线它的一个使用情况。然后 CPU 占用率啊，因为没有飞行，只是连上，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占用率。然后像 P-4 Elco 啊，然后 Mavlink 呀，都可以看到。然后右边这边就是一个它具体的一个传感器的一个更新频率，比如说像这个加速度计的一个更新频率，还有陀螺仪、GPS， 然后磁力计，然后有电源系统，像这些更新频率。再下来就是它的一个运行环境。在运行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就 P-4 基本上是，就是它的运行环境是 NUTTX， 当然也可以在一些，比如说，其他 Linux， 像树莓派，它应该也支持，只不过现在，很少有人对此进行开发了。
所以它运行环境的话，一般操作系统的话，都是就目前的就芯片上的操作系统就是 NUTTX 操作系统。然后基本上的话，运行环境就有一些后台任务，或者是它的一个具体的操作系统。后台任务的话，像它的一些调用机制，比如说这个调用式 command， 它优先级是什么？是一个先进先出，还是什么机制？它调度机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给它分配多少的一个空间？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一个操作系统，然后操作系统的话，一般是也有一些是有 RTOS 一些操作系统，然后这个模块的话是作为任务执行的，就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文件描述符列表，然后但他们的话基本上是共享一个地址空间，就相当于一个任务，然后可以启动一个或多个共享文件描述符列表的线程。然后基本上每一个任务和线程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堆栈，然后这个堆栈的话，基本上就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后台任务中，就比如说这个 command 任务，我们就在它里面设置堆栈的一个大小，然后并且也有一个周期性任务检查以及所有堆栈是否有足够的可用空间。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 top 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就是本身分配的多少堆栈，然后已用的多少堆栈，就可以看到它当前的一个每一个系统运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基本上我们在第一节中就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就在无人机基础理论的第一节中，就通过飞控的介绍，然后飞控软件架构的介绍，然后以及飞行控制器群架构的一个介绍，然后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飞控，然后以及飞控的一些软件的一些架构或一些常用的像飞控和飞控加机载计算机以及飞控里面的一个简单介绍。然后在下一节中，我们会针对于飞控就飞行控制器，然后以及在刚才讲的一些具体的飞行堆栈中，然后再具体讲解每一个模块的一个情况。好，谢谢大家。